当我的环马摩旅进入霹雳州的范围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自然是成片一望无垠的由衷园。由衷是马来西亚农业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四季开花结果、常年都有收成的产油农作物。它喜高温、湿润、强光照和肥沃的土壤，所以马来西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由衷的生长。于是，马来西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由衷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哇，这个就是由衷啊！这是马来西亚的最著名的金石树——棕榈树，也就是由衷。这个就是由中国，就是这个东西拿出来榨油，它每一个树上长出这么一个大的头，然后上面有这么多小果子。这些小果子拿来榨油就成了棕榈油。哇，这些树龄都已经可能是10年以上了。前往怡保的公路两边都是成片的由衷园，而从安顺到怡保的路上，我们还要经过著名的凯利古堡。凯利古堡多年前我进去参观过。本来呢不准备做停留，但既然驾车要路过这里，于是就在路边飞起无人机，拍一个它的空中的壮丽的景色。凯利古堡始建于20世纪初，由在马来西亚定居的苏格兰富商威廉·凯利·史密斯所设计建造。由于他的突然去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这个古堡的建设工程未能完成。于是它就成了一座未完工的古堡，也成了一个留有稍有遗憾的古迹建筑。当你身处古堡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反而是远远地眺望古堡，在蓝天白云和由衷园的映照之下，形成了一幅带有岁月沧桑感的美丽图画。哇，凯利古堡回来发现我的车上多了一个小乘客啊！干嘛？你想搭车啊？你想搭车是可以哦，但是我开起来的时候你可别吹跑哦。哇，这个虫子好漂亮，长得好清秀啊，嘿嘿。哎小哎 ，OK， 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去怡保了。离开了凯利古堡，离怡保城区大概只有不到1小时的路程了。怡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它是马来西亚的第4大城市，是霹雳州的首府，也是一个工商业和交通中心。以前我们一直说槟城的华人很多，但是按照华人所占比例来说，怡保却是马来西亚排第1的，所以这里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华人聚集地之一。和槟城的华人大部分来自于福建不一样，这里的华人大部分来自于广东，所以这里不论是文化、建筑还是美食，都受到了中国南方，尤其是广式文化的影响。所以它被游客们亲切地称之为群山环抱中的小香港。旅途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到怡保这边了。那么今天晚上怡保的旅馆呢就订得稍微好一点。这间房间呢大概200多人民币，打完折以后差不多250、260块钱不到一点的样子。它虽然说是一个准4星，但是呢，它的那个房间设施呢，并不是最豪华的。也可能它这个酒店有豪华的房间，但我这个属于比较经济的那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这个房费里还包括一顿自助早餐，还算可以了。然后位置呢，又是在怡保的市中心的位置。哇，外面下暴雨了，一到酒店就下暴雨，今天运气不错，没有淋到一点雨。现在虽然不是很新了，但是它的设备还是蛮多的，里边应有的尽有。送的咖啡也是怡保白咖啡啊，然后饮用水一次性给了4瓶，下面还有一个这是一个保险箱。OK， 这个烫衣板上面破了一块，还有熨斗可以让熨衣服。它这里还提供那个 laundry 的服务，可以洗衣服，到时候把我这么多天来没有好好洗的衣服让它洗一下，还行吧，250多块钱，255块了，
整体来说。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地方我就称之为怡保的旅游特产一条街。不管是现烧的还是做好的食品呢，感觉来买的呢好像是游客多一点。当然了，本地人也有了。虽然说它主要的消费人群是针对游客了，但是东西还是比较便宜、比较实惠的。可以来买点糕点啊，可以来吃点炒粉啊。当然最著名还是这个芽菜鸡咯。不过这芽菜鸡每次我来怡保都吃，这次就不吃了。德记炒粉在槟城也开了分店了，现在我们到怡保的那个总店来吃吃看喽。这是鱼面了，其实我没有点炒粉，因为这2天炒粉吃的太多了。它这个鱼面是真的是鱼肉做的，我开始以为是面里面有鱼肉，结果是面条是用鱼肉做的，这口感有点像鱼圆的，你可以理解成那种长条形的鱼圆。我靠，那就是一碗全是鱼了。怡保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有无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但对于驾了一整天摩托，同时又刚吃完晚饭的我来说，此刻最好的休闲就是去怡保著名的劲打河两岸的游步道去散一个步。每次到怡保吃完晚饭的，都喜欢到这个劲打河两边来散步。这条河两边来散步太舒服了，小桥流水啊。然后对面还有怡保特有的那种岩石山，这边是怡保的主城区，路两边的路况非常好，也没有车辆，然后还有很多小吃店、饮料店，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饮料再走。这路两边都有一些非常有格调的小店啊，然后也很安静。基本上没有游客，主要呢都是本地人吃完饭到这里来散步啊、锻炼啊什么的。所以说，推荐大家到怡保来的话呢，除了那些知名的景点之外呢，这个劲打河两岸吃完晚饭也来走一走，消消食。这不比逛那些比较无聊的网红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夜市有意思吗？今天在劲打河散步，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啊，其实去年大概1年前呢，我也来过一次怡保。那时候呢，感觉这个河岸两边的这些小店啊，基本上80%啊，用马来西亚的话说88%都是关门的。那今天呢，基本上这些小店呢也都开出来了。基本上每个店铺呢，要么就是重新开张，要么就是有新的老板改开新的生意。所以说，感觉怡保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啊，在疫情后呢也开始慢慢恢复了。因为去年多少还在受疫情的影响嘛，不错不错。所以说，像马来西亚类似怡保这么多城市呢，有一个非常我喜欢的一点呢，就是你不管过多少年来，它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可能在细节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改进，但是在大体的氛围上跟大体的这个城市格局上，它是不会变的。我第一次来怡保大概是18年的时候，整个劲打河也好，整个老城区也好，还是整个怡保大操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已经6年之后了，再来还是这个样子，就跟见一个老朋友一样。德拉团库就是武王万岁的意思。一般马来西亚的州，如果这个州是有苏丹王的话，它街道上都会有这个口号。18年第一次来怡保时候，对劲打河边这个巴罗水月观音庙印象很深刻，因为它直接就是在这个大桥下面，然后跟这个碧绿的河和那个边上的绿色植物呢形成鲜明对比。这么多年过来，它还是这个样子，感觉一点都没有变化，蛮好，这种感觉非常好。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太多这种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这种建设也好，还是科技的发展也好，
还是商业的整个体量也好，是不是已经足够满足我们平时的日常的需要了呢？那很多的这种发展，很多的这种改变，很多的所谓的革新，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是纯粹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没有必要的，甚至反过来对人类社会它是有戕害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希望马来西亚呢不要变得太快，慢慢的走，保持它那个平稳的、平和的、温柔的、富有人情味的那种感觉，而不要一味去追求那种商业化的所谓的发达、所谓的进步。虽然怡保有非常多的著名景点，但是横穿整个城市中心的晋打河两岸，却是我认为非常值得特地来拜访的一个小众景点。其实说它是一个旅游景点并不合适，它是一条承载着怡保人生活、工作和休闲的河流。在河流的两岸呢，有许多的商店、老街、公园、运动场。在这里呢，你看不到熙熙攘攘的外地游客，更多的呢是本地人在这里休闲、运动和散步。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来怡保市政厅对晋打河河水的治理和河岸两岸的景观的升级改造后，这个地方成了我每次到怡保都要来拜访的地点。2 hours later. 今天这个躲雨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啊。晚上吃完晚饭，逛了一个街，晋打河散了个步，刚到旅馆，然后又下暴雨了，又是一滴雨也没有淋到，拜拜吧你。叫了个room service， 这个酒店比较老派，有送餐的服务。OK， pizza， Thank you。第一次住酒店还叫room service， 以前住酒店都是外面去吃。今天外面下暴雨，叫一个披萨，其实还可以了，17马币，才20多块人民币，吃一个披萨已经不错了，而且还可以送到客房里来。The next day. 昨天一整天的赶路呢，让我感觉有些疲劳，于是，在吃了酒店的自助早餐之后，我又回到房间睡了一会儿，结果一觉醒来呢，发现已经是中午的11点多了。在去各个景点之前，我想吃一下怡保特色的广式早茶，但现在这个时间呢，应该算是午茶了。怡保这里是吃广式点心有名，但是呢，早上呢，早餐我们酒店里已经有自助餐了，所以说呢，到中午边再出来想找有广式早茶和点心的店呢，其实没有几家。那么最近的一家呢，就这里，是一家非常小的一家点心楼。跟著名的那个万富什么的没法比的规模，但是味道怎么样呢？我们试试看哦。这是他们家的特色，红色肠粉，里面有虾了、肉松啊。我一个人也吃不多啊，然后又叫了一个泰式的腐竹包猪肉卷，这个比较有特色，它是红色的米，在里边裹上炸得很脆的那种粉丝，然后再加上虾仁。这个非常鲜，他们叫红色的肠粉，红肠粉，再叫一碗皮蛋粥，一个比较清爽的午饭就搞定了。再叫一壶茉莉香茶咯，不错不错。由于篇幅所限，我拜访怡保城内各个著名景点的视频呢，就放在下一期了。那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吼。